9月26号，中日韩高官会在韩国首尔举行。这是时隔近4年，三国高官再聚首，就推动中日韩合作稳步重启进行了深入探讨。外界注意到，过去几年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中日韩合作机制一度停摆，此次高官会的举行为中日韩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是否能为三方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倾倒铺路？未来中日韩三方合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有何注意？又如何突破域外大国的干扰？来看看报道。三方一致认为，开展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应携手努力，加强在人文、经贸、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三国合作取得新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贡献。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号介绍，此次在首尔参加中日韩高官会的，包括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韩国外交部次官卜正炳元、日本外务省审议官传越健裕以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三国政府间系列磋商机制的组成部分，中日韩高官会始于2007年5月，上次会议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此次也是时隔近4年时间再度举行。实际上，新冠疫情的结束以及韩日关系的改善，为中日韩合作机制能够重启创造了条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彼此间的双边贸易也受到影响，急需抱团取暖，提振经济。此外，近期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出现止跌企稳迹象，也促使日韩政府重新思考外交政策。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对深圳卫视介绍，中日韩合作机制实际上脱胎于1999年三国领导人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的早餐会。20多年来，三边合作机制逐步成长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为三国和亚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按照惯例，合作机制通常包括高官会、外长会和领导人会议。此番恢复高官会，意味着中日韩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对世界，都释放了积极信号。韩国呢，国会选举在明年的4月份，应该说国内啊，它这个两党的这种争执非常的激烈。应该说尹锡悦政府在国内的执政上呢有一些乏力。外交政策上呢，目前呢也面临失衡，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对华关系的恶化这样一个批评。实际上，他也希望通过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服务于国内政治。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的话，近年来，中日关系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他也希望借这种小多边的这种会谈来恢复中日的这样一个沟通。在100年变局的背景下，三国能够坐下来呢，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对于解决相关的地区问题呢，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按照以往中日韩合作机制的程序步骤，高官会举行后，接下来便是外长会以及领导人会议。三方同意在未来数月内举行外长会，并就推动在三国均方便的时间，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保持沟通。而在中日韩高官会举行前一天，韩国外长朴振25号下午在接见参加高官会的三国副部长级代表时就表示，各界对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充满期待，希望领导人会议年内就能举行。I asked some leaders here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make summit possible within this year.I hope that some leaders will do their very best to make this happen.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珠世26号介绍，如果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成行，韩国总统尹锡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会。上一次，也就是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19年12月下旬在中国成都举行。韩国总统府一位相关人士说明，目前三方正为推动第9次领导人会议能够在年底举行，加快调整日程和议程的协调沟通。有分析认为，目前举行的高官会虽然是事务级磋商，但能为后续的外长会等部长级会谈乃至领导人会议会晤做好铺垫，包括确定部长领导人会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就一些敏感问题相互交底，寻求共识，以便为未来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扫清障碍。
中日韩经济体量总和占全球 GDP 逾1/4，产供链紧密相连。三国重启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提振东北亚、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而中日韩作为亚太地区3个重要国家，面对百年变局、地区热点，三国若能在安全领域加强沟通，也会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样一个高官会，它实际上呢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早日重启注入了新的动力。它要创造一种氛围，三国呢可能把各自的这种意愿、想法，那么摆出来，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再一个呢，我想三国这样也借这样一个高官会也为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成果也做一个准备。近年来中韩关系、中日关系那么下跌的速度和幅度都是非常快、非常大的。我想如果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我们假设它得以重启，它当然标志着中韩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止跌回暖。外界注意到，为了促成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韩国方面近来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互动，尤其是极力缓解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于低位徘徊的韩中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方面此前派出韩国总理韩德洙前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并出席相关活动，打破了韩方以往由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率团出席亚运会相关活动的惯例，释放了力图改善韩中关系的信号。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韩德洙提到，韩中保持高层交往，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合作应对挑战。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致力于发展健康成熟的韩中关系，希望双方加强经贸合作、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本月初，韩国总统尹锡悦还在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晤。尹锡悦也强调要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我觉得这个尹锡悦政府他也需要适应新的中美关系的改善。那还有一个就是朝俄的接近。金正恩呢刚刚访问俄罗斯，那么这一下子呢把韩国地缘政治的脆弱性都暴露出来了，让朝鲜在地缘政治上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尤其是可能会涉及到的军事安全合作，我想会让韩国呢更加的被动。那么韩国在这个背景当中啊，他认为所谓的北三角就是中俄朝的关系，中国他要拉中国，所以啊，当然还有他比如说国内经济的低迷等等，我觉得凡是中共他都需要和中国改善关系。另据韩联社27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今年11月7号至8号前往日本东京出席7国集团外长会议。他正考虑在此前后访问韩国。若此访成行，将是美国国务卿在尹锡悦政府成立后首次访韩。韩联社在报道中提到，布林肯访韩的时间点很有可能与计划中的中日韩3国外长会相近。外界关注中日韩未来的合作仍将面临考验。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构筑小院高墙，韩国与日本都是4方芯片联盟的成员。如果日韩两国不顾自身利益，甘愿为美国火中取栗，对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损害极大。而近年来，美国也在极力怂恿日韩加大军事投入，拼凑三边军事同盟。这不仅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也严重损害中日、中韩间的互信。此外，日方也在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上一意孤行，严重损害邻国利益。中日韩如果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势将影响三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在他们与美国关系强化的部分呢，不要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像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我想日本和韩国呢会这么做。我想恐怕还是要看两国接下来对话的具体的一些行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中日韩时隔近4年后将重新启动关于举行领导人会议的沟通，那么这会对疫情后的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有什么作用？我们中日韩3国啊，在地缘上是搬不走的邻居，在经济上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3国间产业链高度互补，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凸显。2022年，中韩中日贸易额分别为3623亿美元和3574亿美元，韩日分别为中国的第2和第3大国别贸易伙伴。特别是 RCEP 签署后，3国在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方面迎来了新机遇，全球价值链在东亚区域内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地区安全上，3国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尽管有域外势力的挑拨干扰，但三国之间呢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了。但无论是经济还是地区安全方面，中日韩都已经成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才能为各自的繁荣发展打下安全的基石。中日韩将重启领导人会议，也是中国在疫情后开创外交新局面的重要举措。首先，这是针对美国策动美日韩三方建立准军事同盟，操作所谓北约东亚化等负面动作，中方针锋相对，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主动展开和平发展合作的东北亚外交新局面。其次，这是针对金正恩日前访问俄国，朝俄明确将推进军事合作，一方面会对俄乌战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更直接对位于中国家门口的朝鲜半岛的既有格局形成新的变数，倒逼中国选边站队。中国通过温和的降解冲突、缓解矛盾的办法，一方面与俄国、朝鲜保持沟通，一方面用拓展中日韩三方基于 RCEP 等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有真金白银收获的合作大格局，突出中日韩三方等在经济贸易乃至地缘安全等方面的公约数，缓解近来由于美俄等因素导致东北亚产生的紧张局势。进而，这是疫情之后中国开展疫后新外交，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乃至西方阵营操作阵营对抗等一系列动作，中国采取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且是最易于操作的对策。这表明中方不仅要全面展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活动，而且也将从周边关系务实做起，正面对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说不，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明确的积极作为方式，冲破美国企图在中国周边设置的包围圈，通过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与发达国家阵营也展开全面外交良性互动，开创疫后外交的新局面。据报道，中韩已就领导人互访事宜进行沟通。那么，这对于整个东亚外交格局有什么样的作用？是的，这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中国可能以改善中韩关系入手，以点带面，推动中韩双边关系、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格局走向更加活络、更加正常的状态，盘活整个东亚一盘棋。中韩呢是一种很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是由两国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走势决定的。韩国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搬不走的邻居和分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且是在所有战后亲美阵营中政治立场与中国最接近的国家之一。这里有3个特殊原因。第一呢，是韩国是亲美阵营中少有的从受欺辱的殖民地国家通过斗争走入今天发达国家行列的。由于具有这样的近代发展经历，就使得韩国和中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与生俱来的历史命运和感情。第二，正由于这种历史情感的驱动，就使得韩国对战争与和平、历史正义与罪恶等有着比较鲜明的是非立场，这就为中韩政治关系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与谅解空间。第三，由于半岛南北关系的多年历史压力，使韩国对于分裂主义深恶痛绝，因此他们在追求自己祖国统一的进程中，也一直关注中国人民在争取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努力和成就。由此就使得韩国在面对例如台湾问题等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虽然与中国建交晚于欧美日，但建交后采取了比美欧日等更坚定鲜明的立场。虽然最近在半岛安全压力和美国核武共享等吸引下，加上尹锡悦个人极端的保守主义倾向，韩国也在台湾等问题上有一些负面的言行，但从长期来看，韩国与欧洲或日本等是明显不同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就像几年前的萨德事件，中韩就达成3不共识；半岛无核化，中韩又推动百日转圜一样，中韩之间是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通过改善中韩关系，一方面打开中韩双边关系的新局面，扭转目前双边关系比较微妙复杂的负面状态；另一方面又借此契机推动中日高层互动。而且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即将重启，而中日韩会议不仅限于3边关系，还涉及到中日韩加其他各方面的合作，会推动东北亚剑拔弩张的形势实现整体缓和，俄朝与日韩也会有改善的空间。再加上3国与东盟本来就有的 RCEP 等各项合作，美国也在加速缓和对华关系等等，这样一来，东亚甚至整个亚太一盘棋就全面走活了。